小姐，小姐，我现在还是你们的小姐吗？小姐永远都是小姐，即便是教主，他若敢动你一根汗毛，我也是会拔剑的。可曾经站在我身旁的你，为何也决定对北离拔剑呢？教主对雨季有救命之恩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我和雨季一直觉得，无相使无法带领我们真正的打败北离，所以此前的行动我们颇有忧疑。但教主不同，在短短的2年时间内，他便整合了域外的32宗门。小姐也知道，域外32宗门在北阙时期便是独立为政的宗门，想要整合，更是不可能而为之。但教主做到了，他值得我们毕生追随。是不是男人都这样，信奉强者，信奉力量，想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英雄路？我父亲是，吴相是，就连你们也是。毕竟，每个人都向往美好，不想永远待在这苦寒之地。我们来此，本来是想要迎会小姐，但这句话还未开口，此事似乎就已经没有这可能。我不想看到任何战争，即便我承认，现在的叶鼎之的确可以带领北阙移民回到这片大陆。小姐的内心，我们一直都知道。可是这世界上，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私心的。我有私心，齐轩有私心，域外32宗皆有私心。小姐，你也有私心。哦，什么是我的私心？你的私心叫百里东君。寒衣，我认识的叶大哥，不会成为魔教教主的，他一定另有隐情。我想加入你们，亲口问问他的隐情。我听说今天下午，有一位身份不明的剑客，独自一人击退了魔教的一次进攻，那人是你吧？是，我把他们都击退了，并且告诉了他们我的名字，叶小凡。我等他来找我。好，从今往后，你便是雪月城的叶小凡。大师兄，怎么我刚出去没多久，就来了这么多客人？瑶儿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都快饿死了。新年了，我去见了2位老朋友。别愣着呀，快坐。来，今天过年，不醉不归，喝酒，干！
今日乃吾教立威中原之日，望吾教众一雪前耻，不死不休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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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主，教主。 谢剑仙许久未见，怎么游离到这里来？我并非游历而来，而是握剑而来。谢轩公子这是何意？字面上的意思。如今我乃山前书院新一代院剑，同时，也是一名剑客。家国有难，书生握剑。这是魔教东征的号角，你们听。来这里这么久了，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阵仗。谢剑仙，你来的可真是时候。天地欲乱，以己身平恩仇。啊？我书读的少，这时候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要杀人。就这几个人，还想突围？是叶鼎之。他也如此强了吗？我去通知其他人。好，追！左右护法，孤虚阵已布好，北离的人过不去。祝教主旗开得胜，万天前行。云哥，长风，百里东君，你也定是来追叶鼎之的吧？这雾不一般呢。背孤击虚，一女可敌万人。孤者，高尚独尊之象；虚者，卑下虚弱之象。孤虚者，兵家战胜之密道也。孤虚阵，你也知道？学堂大考时遇到过，当时天配天无做时，也就是出口无成，就是用了此阵，来围困我和云哥他们。出口无成，果然，这孤虚阵是奇门遁甲中的一种阵法，随着诸葛一族的销声匿迹而失传。它乃兵家大阵，有兵家之气。可我带兵数年，这阵看着没有一点兵家之气，反而是鬼魅异常。剑走偏锋就不是孤虚阵了，乃鬼阵。入阵者当如何？
这大白天闹鬼了？所见非所见，四处藏杀机。所见非所见，但所闻却是真所闻。当身边风被撕裂的时候，就是敌人出现的时候。这雾越来越浓了。祁连山上有着来自北离各派的人，可他们不知道，这里有孤虚之阵。祁连山。 巧合吗？什么？我们要破阵。如何破？找阵眼。这是什么邪阵？必须得尽快破了它。这就是孤虚之阵吗？据说，这还不是诸葛家真正的孤虚阵，那就有如此玄妙了。诸葛家的孤虚之阵只应天道，而我们的孤虚之阵却可窃取天道。二位护法。 还请速速入阵。谢轩，找到了吗？被我找到踪迹了。以此山为界，魔教之人休想跨山一步。 你说不过便不过，我看还是我们说了算。想不到域外之地，竟然还有这么多高手。关键是他们人还多，来了一批又一批。不是他们人多，是你们心太软了，总是伤而不杀。他们回去养一天伤之后，第二天再来攻打你们的山门，当然是来了一批又一批喽。是。 是你们，暗河？没错，不知道各位正派的朋友是否欢迎呢？他们都要死完了，还不欢迎我们呢？不过小昌河说的对，你们这些所谓名门正派，就是矫情。他们都要杀你们了，你们肯定是要杀回去了，不然他们会觉得你们就是傻。 你们暗河至此，该不会只是来嘲笑我们的吧？当然不是了。虽然我们暗河之前杀人只看重钱，但这一次是我们暗河第一次做不要钱的事。因为我们大家长说了，魔教入侵北离，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情，会影响我们本来就不太好的生意，所以喊我们过来帮助你们。你们玩什么花招？ 我们暗河虽然是杀手组织，但是我们心中
仍然是有国家大义。暗河，送葬师苏昌河。暗河，斗笠鬼苏哲。是不是还少一个同伴？我记得那个人跟你苏昌河形影不离。你说他啊，做魁了，当然不跟我在一块儿。不过你放心，他也来，还是主力。暗河，魁。看你们这架势，不会帮完忙把我们也杀了吧？放宽心，不给钱，不杀自己人。景轩，今日的军报都送来了吗？回陛下，刚刚送到。念吧。是。男爵大军此前所占之城，尽皆被琅琊军收回。虽然男爵兵马仍未退去，但已难成大事。胜。男爵此次本就是虚张声势。况且有若风亲自带军击退男爵，本就是不难之事。西面，西域乱民已被镇压，只是偶有流寇作乱，已不成大器，也是胜。派破风军去镇压这些流寇，委实有些浪费了。至于北面，这封你就长话短说吧。是，陛下。北蛮军是极其可怕的军队，虽然人数不如男爵，但却远胜男爵大军10倍有余，是真正的虎狼之势。但幸得琅琊军全军神勇，又得贵人相助，请陛下放心。贵人？军报上说，贵人名叫君玉，是学堂弟子，拜师李先生门下。李先生，哼，这天下第一的李先生，即便消失了这么久，余威犹在啊。那西北呢？那个地方呢？西北面也传来了信。这西北虽然派的是武林人士镇压，不过这无双城乃是开国皇帝御赐的武城，本就有护国之职。这军书怎会这般随意？回陛下，不是无双城发来的，是雪月城的司空长风。原来是朱雀使啊！这就不奇怪了。上面写什么呢？上面说，魔教大军已被拦住，只有一人突围，正往天启城而来，让我们坚守皇城，保护陛下。哼，区区一人，就敢来这皇城里刺杀姑吗？哼，笑话。这个人叫叶鼎之。陛下，锦仙，你怎么来了？看你神色匆匆，
是否也是收到了消息，有人要来皇城刺杀姑？请陛下入天剑阁暂避。不，陛下，谨仙觉得，此番他来皇城取姑性命，还要多久？怕是就在今日。白虎使和青龙使已经在青云台准备迎战了。好，那咱们就去青云台会会他。既然他想杀姑，那就让他来杀杀看。心剑有灵，他在害怕吗？不，是兴奋。陛下，刀剑无眼，还请陛下速速回避。来不及了。剑心主仙剑传人，好剑，好剑心。好强，他这已经到什么境界了？他其实比起李先生也未必逊色多少。明知我是来杀你的，你还不懂，真是大胆。姑坐得端，行得正，怎会怕你一个贼人？贼人？到底谁才是夺人妻子的贼人？宣妃早就嫁入姑的景玉王府，是你将她哄骗拐走，怎会是姑夺的？宣妃，易文君是我叶云的妻子，我们有约在前，有情在后。萧若琪，是你强迫她加入皇室，是你们背离。让他成为权力的牺牲品。叶教主，我实在不想跟你打，不过毕竟我现在站在这里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把皇帝给杀了吧？所以，来吧。但我必须要说，叶鼎之，现在回头还是正道。屁的正道，道法万千，何来唯一之道？我的道，就是守卫姑苏城外那个小草庐。你的草庐已经毁了，但是人还在，只要人在，就能重新盖起来。姬若风，你通晓天下武学，这个叶鼎之，如今这么强大，是否已入了神游玄境？不是神游玄境，只有修正道武学才是一品四境。此
此刻他已经入了魔道，已是4境之外。看如今神通，应该是鬼仙境。还有谁能拦我？阴中超脱，神相不明，鬼官无姓，三山无名，已是逍遥天境之上。某种意义上，可以和神游玄境并驾齐驱，只不过是入了魔道，陷入了心中的执念。所以，虽然看似强大，却充满阴邪之气。我所见入魔之人，都是失了神智的，为何这个叶鼎之看起来这么清醒？看似清醒，却被执念所困。若是国师未出天启云游，今日还有可能解他执念。不过万事没有如果。你的功法竟能压制我的内力。北离朝中居然也有人练过虚念功。你错了，传于北阙的是虚念功，而留在北离的才是虚怀功。两门功法一脉同源，本就相生相克。你真气受损，就被我占了先机。此战是你败了。相生相克，那是建立在你我境界相同的情况下。如今，你不过才迈上高山，而我已在云中。你比起你那被困在皇陵的师傅卓清，还差得远了。当年岳风城和百里东军同时将内力注入我体内，被我一人所收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敢与我比拼内力？抢了我的内力，还这么沾沾自喜？谁？你方才有机会不败的，那么现在轮到你了。
师父，我终于找到我的大道了。